我要去探索一个既神秘又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地方。那里的话基本上是人迹罕至，没有人去过的。出发，前往这个神秘的地方，一探究竟。然后我在无人机航拍当中发现了那个地方，所以今天去探索一下，看看那个是个什么样的神秘所在。今天就是正宗的绿野仙踪啊！这里刚好人家新房子路，是饭酒席，应该进去吃一点。Tell me I'm the only.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. One more time. 看不见车头，也看不见路，这路非常不好。然后这个大转弯，根本看不见路啊！秘境探索，探索秘境，请跟着我的镜头，让我们来一次绿野仙踪。今天出发前为了以防万一，平时我是吃稀饭就咸菜的，然后今天豁出去了，花了50块人民币，炒了一份牛肉，吃了个饭，大约花了7美元。我在想这里应该也没有车会来吧，所以说打喇叭估计意义不大。不过呢，我们是有经验的驾驶员，所以说还是要按照规定的操作来。该打喇叭还是得打喇叭提醒，对吧？万一这里面来了一个山野村夫你没打喇叭，到时候就容易发生事故。大约要行驶几公里这种小路，然后就来到一个世外桃源的巨石阵下面，然后开始攀登，开始进入群山之中。开始有这个巨石的，路边是2米深的水沟。在这里徒步前往。这是专业的户外探险背心。当然，如果往里面插2个钢板的话，它就是防弹衣了。我这个背心的话，因为它这个口袋特别多，可以放各种东西，所以说，这个背心还是很实用的。就是卫星电话，因为我经常往这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跑，所以卫星电话是必备的。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脚下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往山上走，去探索这个人迹罕至的一个秘境。眼前的话还有一条小小的羊肠小道，但是可以看出来，平时基本上没有人走。然后我猜，这里就是往山上走的。I tell you that I'm leaving. I tell you that I need you just for the night. Hold me. Tell me I'm the only.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. One more time. I can see by my mind I need some place. Take some time, can I stay here?
路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了，至少荒废了几十年。走到这里面来，感觉到非常凉快，因为这里面都是树木，但是也感觉比较荒凉，没有任何人气，也没有看到有人活动的痕迹，所以走到这里既阴凉也阴森。继续走，这里面有各种飞虫，而且这个大黄蜂啊，居然有拇指那么大个。来到了一个有石板台阶的地方，可以一路向上，然后上面好像还有层楼。难道这是一个古代的名胜古迹吗？这麻条石，还有一个类似城楼一样的东西，这应该是城墙吧。现在我们继续向上，这些竹子很奇怪，被人砍伐以后，它都是黑色的，怎么会是黑色的呢？这边的也是，还得继续向上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这个路了，连动物走过的痕迹都没有，至少荒废了几十年吧。
这里面有一个山坳，下面有条山里面的水沟，但是没有水，已经枯了。这里是一条水沟，但是已经没有水了，因为这个植被比较茂密，水分基本上被吸收了。天气非常热哦，走路走得满头大汗的。然后走到这里没有路了，没有路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是继续从这个石壁上继续走。走吧，一定要一探究竟。哇，累呀！已经来到了半山腰，走得满头大汗的。今天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，37度，非常的热。再加上爬山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很热了。已经在半山腰了，走了一半，再走一半到山顶。我想这个秘境肯定是在这上面。待会我们继续走。这山里面虫子特别多，各种飞虫，还咬人呢。所以说，这个户外活动啊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哦，或者说危险性。尤其像你爬那些比较陡峭的山，一不小心啊，就容易出事。所以说，参与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安全放在第一。接着走，这里就要小心了。这个鹅卵石铺的旧路上面还有水。淤泥，这样就比较滑，所以说喜欢户外探险的，看到这种路的话，要特别留心哦。因为边上就是悬崖，一滑的话就可能摔下去了，所以要特别小心。这种带青苔的带青苔的这个路面要特别小心，它比较滑，再加上像这种鹅卵石，已经很久没有走过人的，上面有青苔，这是相当滑的。特别小心。还得继续往上，不知道还要走多远。路上都是枯枝败叶。非常难爬，这个路爬得好累啊！我想我找到了秘境，因为看到一点破败的瓦。让我们怀着忐忑、激动的心情，一步步靠近它。残垣断壁，
有点吓人啊！我把手电筒拿出来吧。这叫蓑衣，蓑衣啊，外国人不知道。哦，还有个美女。1995，这是哪个明星啊？我也认不得呀。墨水，这个是什么酒还是农药啊？还有青花瓷的碗。外国的朋友看过来，可以预定的哦，喜欢可以预定。在一个楼梯上面的，上面也不知道是啥。走，彻底荒凉了，非常吓人啊！这是属于偏屋，主屋在这里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围墙非常特别。哦，又是明星。这是厨房，这个围墙特别坚固啊。有历史，至少几百年。哎呦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我想我这是废话，有人才怪嘞。我先在外围扫一遍，不要贸然进去，对吧？你懂得的，中国人都明白。这里还有一个门廊，非常古老。这个石头没有300年，它都风化不成这样。来，门廊上的石头，已经长了这个，我也说不出名字，不知道叫啥，长满了这纹理，一镜到底哦，我就不切换了。到这边看看，这还有水妖精，这得多少年没有用过了？蜘蛛网，来，外国的朋友认识这几个字吗？中国的朋友肯定是认识，这应该是80年代的万元户啊。这边也是偏屋。黑暗的地方都得打灯，不然会吓到你。有的时候，哦，这厨房下面长草了。这厨房灶台，还有拖鞋。
彻底废了。我这走过来没毛病吧？我的意思是这些东西。我猜这里是一个80年代高级卫生间，猜的不错的。马桶不见了，还有衣柜，衣柜我就不打开了，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要藏那里，对吧？你打开了，这个事情就爆发了。我操！我这一个人在这里还敢讲这样的话。这门是锁着的，这里是锁着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？啊？这是干嘛用的？墙上钻了个洞，搞了个竹筒，还有个缺口。啊，原谅我的肤浅和无知，想不通这个是干嘛的。这个是糖窝，你好。上面有字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。这是中国1960几年到1970年左右，叫做文化大革命。这个有点敏感，这个历史我们就不要多谈了。这里边要不要进去探索一下呢？我觉得有点阴森恐怖啊。躲好喽，我要进来喽！我这是不是很搞笑啊？这有楼梯上2楼，2楼的门是关着的。算了，不上了，有点古怪感觉。这样，这个楼梯是竖着放的，这不合常理啊，对吧？被我在无人机上面发现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大厅跟2个偏房，我感觉不太对，我就没有进去，就不进去了啊。我们到前面的祠堂看一下。我在无人机上面已经看见这个祠堂了。哎呦，这是芭蕉树，无人机上面也看见了。这有鱼塘，但是我怀疑这里人家没有在养鱼了，因为这不像是养了鱼的地方，太浑浊了。这可以说住在这里真的是人间仙境。那爬山走路要那么远，平常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打扰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让你来这里住，你愿意吗？这个鱼塘也给你养鱼，这边地也可以给你种菜种粮食，让你来这里住，你愿意吗？这里是有2棵枣树，这枣树啊，但是没有结枣子。我想它也是发脾气了，人都不在这里住了，结枣子干什么，对吧？结了也白结，所以它干脆就不结果了。但这里还可以小一点的。正常来讲，这个枣子树有这么大的话，会结果了。但是它考虑到没有人，需要它了，所以它就干脆不结果了。这芭蕉树自生自灭的，生命力很顽强，长得还挺好。
有没有芭蕉啊？看见没有芭蕉？没有，芭蕉也季节结果了，结了也没人要，它意思。还有一棵枇杷树，枇杷树肯定就是现在没有果子噻。这枇杷树在3月份果子就成熟，这个时候没有果子很正常。这个古围墙。就这个情况。这个是李子树，桃树跟李树你分得清吗？这个架子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可能会认识，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？这个架子，这是放脸盆的，脸盆放在这个3个角的中间，就叫脸盆架啊。70后、80后可能会认识一下，生长在农村的，城市里的人看不懂。太热了，找个阴凉的地方站几分钟。现在往回走了，在这里探索了1个小时左右，还飞了无人机航拍。为什么多待久一点哦？然后有2个房间，为什么我没有进去？现在往回走了，我就说一下。现在刚刚离开那个房子哦，古老的房子。刚开始走过去的时候，2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，这是我不进去的原因。而且其中一间房是上了锁的，锁头已经从它的锈蚀程度来看的话，已经有10年没有打开过那个房间，所以像这样的房间一般就不要进去。而且我听到有一些异响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刚进去的时候。然后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因为无人机起飞跟降落的时候，这个螺旋桨比较响，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我没有进去的那2间房里面又发出动静。这是第2个情况。第3个情况就是无人机降落的时候，有一股力量一样的把无人机往那2个房子的窗户那里带，所谓的带就是好像有一根线在拉这个无人机，但是无人机还是没有被拉过去。无人机在飞着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一点力量的。你看人家要吊起几公斤的东西都要吊，所以说它还是有一点力量，没有被拉过去。这是我亲眼所见啊。所以我是硬着头皮飞了半个小时的无人机，我就站在那个房子那里，硬着头皮飞了半个小时无人机，飞了1块电池以后，然后我就把无人机收起来，然后我对着房子说：“各位前辈，打扰了，我走了，谢谢你们啊。”我就是这样说的，然后我就走了。还有个感觉啊，就是这个头上啊，它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的，这个脑袋被一个绳子捆得紧紧的一样的，那个感觉，我这么说你理解吧？就是脑门一紧，然后身上打颤，这身上受到惊吓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胆子小的还是别来了啊。还有就是要精神好一点的，中国人就比较理解这个什么意思，最好就不要来啊。我这个一个人的话，到处是深山老林我都去，所以说胆子可能包括那个精气神比普通人好一点。但是连我都会有这种体验的话，换成普通人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症状啊。这个东西就不多说了。现在下山
往山下走。这里我认为应该是1年都可能没有一个人来这里，甚至几十年没有人来过了。从这个地面这个枯枝败叶就可以看出来，没有人走过，也没有动物走过。Thank you.